新闻大爆卦，订阅靠大家。每日功课，开启小铃铛，转发补课，每天都要支持大新闻大爆卦。林静怡哦，她可以享有这个特权 PCR， 跟别人还等到被踢爆了之后呢，她还硬凹说没有，她没有去冲急诊哦。可是光是她这个84分钟光速采检，还有呢，她没有经过快筛阳就直冲 PCR， 怎么说得过去呢？好，那林静怡她后来还自己又拍了影片，然后又 po 文，然后强调自己呢，是没有冲急诊的，可是立刻被这个逆风的乌鸦呢踢爆，她根本在说谎，在圆谎。好，那逆风乌鸦提到林静怡说觉得不舒服之后，因为他自己判断说，我有接触到确诊者，就到呢亚大医院的社区筛检站筛检。那筛检站刚好在急诊室，所以呢，他说自己没有先筛，是直接先去社区筛检站，这是合乎规定的。好，但他认为呢，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合理，实则不然。好，比如说林静怡觉得自己是接触者，但是大概现在已经这种状况，我们都可以这样认定吧？好，那换句话说呢，依他的认定，根本没有人需要自筛，就直接可以冲筛检站啦，做 PCR。好，另外照亚大医院公布的社区筛检程序，筛检是要先预约的哦。那可是林静怡呢，就是你今天预约，明天可能才能做 PCR， 但是林静怡是下午觉得不舒服，立刻就筛啦。好，那同时呢，亚大医院的回答很清楚，他们的筛检站是在停车场，不是在急诊室。筛检站只有做快筛阳性之后会通知要做 PCR， 还有 PCR 何时做另行通知，不是马上做马上给结果。所以凯翔、林静怡说谎吗？废话，当然说谎啊！那怎么问这么蠢的问题呢？怎么敢嘛？怎么敢？这不是从头到尾都在说谎，这一翻两瞪眼嘛！他就像刚董哥讲的，一路顺风顺水。我宰你妈大甲妈祖了不起啊！我这样把你严家给挂掉。我现在是神我是新观音，我是大甲的新妈祖你们想要怎么样？我讲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跪着听吧。这个大婶心里就是这样想的这大婶就是对不对？过去2年顺风顺水的，是不是？在网络上面带风向说 BNT 没人要打 ，BNT 会过期，BNT 是中国制的，你们都信啊？那他讲了什么蠢话？你们都塞到脑子里面去拜啊！然后呢，出来补选，还有一些选赢啦，然后他就觉得说他讲这些，他喂大便给你们吃，你们也会吃啊？那他为什么会在乎他自己说不说谎呢？他写那篇文章，你去看他最初写那篇文章，他礼拜二下午4点23分发的那篇文章，他干嘛？他在讨拍啊，顺便带风向啊，说你看嘛，我们政府防疫还是做得很好啊。那可是我不小心确诊啊，防疫要怎么好好做啊？大家要听话啊。他是要讨拍啊，他是要跟大家讨拍说，我确诊了，然后希望下面刷一排说早日康复啊，我们这个中二需要你啊，静怡不能亡啊，什么之类的，希望你刷这些啊，是一些特别叽歪的人，像小弟我。然后会去翻他到底在写什么东西，才会发现他4点23分先发说他确诊，对，结果呢，他到5点钟的时候重新编辑了那篇文章，把那个亚大医院开给他的那个书面的诊断的检验单 PO 上来之后，结果猫腻就在里面。其实他本身那篇文章就已经有猫腻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讲说他是接触什么咳嗽带点痰，接触确诊者，立法院有确诊者，所以呢他就跑去做 PCR 筛检。问题是当天明明就已经公布了，你要筛阳才能去 PCR，你不是什么我今天我咳嗽带点痰，我马上去 PCR， 没这个能量做。所以呢，他其实在本来那篇文章就已经有破绽了，然后他开始贴上去，那个时候又被抓到什么？他那张检验单上面去，他的采检时间是当天下午的2点59分。2点59分，这就出现问题啦。他的用字遣词是说下午，好像下午一般人都觉得说，好，起码是1、2点嘛，1、2点才是下午嘛，1、2点开始觉得想要去筛检，你2点59分就被采检了，这对一般人来说已经超越很多人的印象了。对啊，我那种排2、3个小时、排3、4个小时的大有人在啊，那你已经这个部分已经让很多民众觉得不能接受，然后你2点59分采检，你4点23分已经把废文发好了耶。把讨拍完都写好了耶！何惠荣等结果等48小时。是啊，他就是84分钟，中华民国84分钟的医学奇迹就在林静怡身上显灵啦！84分钟就做好 PCR 啦，然后还80分不是做好 PCR， 我对不起，我道歉，我低估林静怡的威力，是84分钟之内就做好 PCR， 还加上你发这篇讨拍文的时间呐。对啊，所以一般民众怎么能接受？然后他就开始瞎掰，开始瞎掰什么呢？那时候是我。在脸书上有写到说，我马上想到的就是那个6个月大的婴儿，对，1个小时进不了急诊室，对，等医生出来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你大婶你真的很厉害，你就直接冲进去做 PCR， 然后他就开始解释说什么，哎呀这个急诊这件事情是他自己讲的。不是我们塞到他嘴巴里面的，是他傍晚可能那时候还没有警觉到说网络风向已经不对，大家已经开始这个民怨已经开始烧起来。他除了那个文字的讨拍文之外，还有一个讨拍影片，他自己讲的他去急诊，然后后来是因为当天晚上开始这个火越烧越旺之后，他开始改口了，他下面的亲卫队开始洗另外一种说法，说什么哎呀没有，他是去筛检站呐。筛检站什么什么的，讲那些有的没的，所以就后来才有先会讲那些，就有另外的媒体人跑去查证，亚大医院的筛检站、社区筛检站根本跟急诊室不在同一个地方，你要么就是去筛检站去做快筛，然后你要么就是直接冲急诊室，然后做 PCR， 然后你在筛检站做好了快筛，他会通知你去急诊进去里面去做 PCR， 但是这个不是随到随做的。不是随到随做的，是你今天快筛，你先回家休息，我们另外安排你时间去做 PCR 采检，不是说你今天筛完之后直接去做 PCR， 没有这个程序。再不然林静怡直接去做 PCR 的话，那就是明显的特权，你怎么凹不过去？所以他现在闭嘴了，开始转移焦点了，他开始骂台湾人民去干掉快筛试剂是吃米不知米价。对你来说，你才是吃米不吃米价，因为你没有快筛啊，你不需要快筛。立法院。好像每个委员好像可以登记3剂吧，每个助理也可以登记3剂，直接去医务室拿。他们什么时候需要花钱去买快筛？什么时候需要到街上去排队买快筛？不必啊，那更别说你大委员啦。其实董哥都知道嘛，委员要去医院，他哪会去排队啊？笑死了！公关那个卫环委员会的联络人，而且他有2个月，林静怡上个是全台湾都在讨论打败严清标，每天他那个是总统规格的选举，全世界都认识。联络人打了个电话去，什么时候几点钟到？而且我还跟大家爆个料，蔡其昌的助理，某大助理，大家都认识的，他在昨天也抛出了一张亚大医院的 PCR 筛检单，阴性，结果呢贴出来之后没多久他就删掉了。他那张筛检单很明显的也是当天验当天知道，不要装了嘛，大家都知道嘛。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现在的问题在于说是谁让你们会觉得耍特权还理所当然，还要抛出来讨拍，这件事情才是最匪夷所思的。对，我觉得最气的在这边，你就是耍特权，但是呢你还可以这么理直气壮，方伦。林默娘的林。这跟默娘一样，有个默就是安静的静，仪呢就是母仪天下的仪，这就是林静怡，就是林默娘。这些话呢都是民进党之口，在几个月前，就不久之前，他打败这个我们大甲镇良宫，打败这个严宽恒，就是靠这一句啊，他母仪天下啊，有没有？他多么的伟大，他是一个伟大的这个救人圣手，他是一个这个伟大的这个妇产科医师，接生过多少中2选区的小宝贝。给他一点特权，应该的，有没有？我觉得太正常不过了，因为林静怡太有名了。刚才董哥说了嘛，有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全台湾人都在讨论林静怡多优秀的一个人，多棒啊，对不对？觉得好像台湾没有他当立委，哎呦，真的是我们台湾人的可惜啊！原来当时林静怡他的发言人被拔掉，他的这个不分区立委被拿掉，他的在民进党因为常常讲话出包嘛，对不对？我之前我一直以为民进党这一届呢，出包女王叫做范云，结果我发现不是，因为犯了3+11的错误之后，她可以被禁言2个月禁言好几个月。林静怡不一样哦，林静怡她的这个版本更高级，有没有？她不但出包之后，还可以继续发文、继续讨拍、继续迎合所有的这个网络媒体这个网络声量，这就是林静怡啊。这就是民进党在造神啊，这就是塔绿班啊。这些人不会去跟你讨论说为什么一般人排队排不到，这些人不会去跟你讨论说为什么他只花了84分钟。刚刚那个跑马上面有不小心写成83分钟，我觉得其实也不算跑马写错了。大家有没有去看林静怡那一篇文章？我一般写个文章最少啦要10分钟啦。对不对？因为你也要写，看一下自己用字有没有用错嘛，然后这个时间啊，或者是整个故事的叙述，简单写一下，10分钟都很正常。但是他可以准在84分钟里面写出这么一篇这个声情并茂的文章，感动了万千网友，有没有？你说等结果出来，可能时间更短了。对啊，那是不是就是你早就知道呢？不然你应该写一篇庆贺自己，好险我是阴性，但是我会乖乖的自主在家隔离呢。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林静怡就是一个年轻版的嘛，对不对？是谁？网友回应我一下好不好？年轻版的不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吗？从头到尾都在搞特权啊，从头到尾都在跟我们讲说，没有关系，我只是确诊，但是呢，我觉得这是我的检体被感染的问题。他在骂谁？他又在骂侯友宜。今天所有民进党的上上下下，我当时不出招的时候，就赶快丢一句说都是侯友宜的错，有没有？这个昨天吵最凶的这个高登啊，有没有？谁核准他变生医产业公司的？就是侯友宜，这是民进党的 po 文。那你跟周玉蔻你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你永远都只会推到侯友宜身上，因为你知道侯友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为你知道，可能你要去挑拨国民党或蓝营在野党之间内部的士气，就是打侯友宜准没错。这是民进党的策略，这是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在想，他们会怎么面对特权，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特权在特地或者年轻版的身上，他们都不需要去解决，他们只要去把这最后的脏话再一句丢出来就好，是吧？难不成你要投给国民党吗？对，永远都是这样。现在爆发5月份，刚刚主持人问说挑在520说要宣布什么？我说老实话了，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啦，因为时间到了就是会爆发。但是现在不报，难不成等到8月再报吗？8月再报，年底就不用选了。你现在报，我这个事情出完之后，要出马诊啦。全部都出完了，逆风出尽之后，最后再来一个收网，难不成你要投给国民党吗？难不成你要继续让这个中共代理人在台湾执政吗？这就是民进党现在的策略。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把这些或年轻版的一个一个抓起来。对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为什么没办法抓？为什么监察院不去监督？为什么检调单位不介入质询？旺旺水针呢，它是微酸性电子，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所以这个非常时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